你知道吗？很多人说自己喜欢侧睡，但你是真的喜欢吗？还是你其实已经没办法仰躺了？来，喜欢侧睡的你来试试看。现在躺下，别动哦。撑得住1分钟吗？还是30秒就想翻身了？所谓侧睡派呀，有可能只是因为身体早就失去了仰躺这个选项了。当然，你可能会说，只能侧睡也没什么不好啊。但问题来了，当我们睡着的时候，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是什么姿势的。那半夜如果翻回仰躺，结果会怎么样呢？一样会不舒服、卡住、压迫，这种不舒服会让你翻来翻去，甚至醒来，然后又要回到侧睡才能继续睡。这种容易被打断的睡眠品质一定也好不到哪里去嘛。所以这支影片我会带你一起分析分析你的身体到底哪里出状况了，接着分享6个简单的训练，帮你重新找回舒服仰躺的能力。如果你就是那种仰躺没多久就想改成侧睡的人，其实也不用太紧张啦，因为这种情况其实非常常见哦。仰睡实际上没有看起来这么简单哦，可以好好躺平，可以说是所有睡姿中对身体素质要求最高的姿势了。除了骨盆不能卡住，腹内压还要够，最后肋骨还要能好好的扩张，这3个条件都要配合的恰到好处，身体才能好好的躺平。那要怎么知道无法仰睡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呢？我跟你分享3个简单的测试，帮你的身体检查看看，到底是卡在骨盆、腹内压还在肋骨吧。如果你说你不用测了，我就是那个一躺平就会开始腰酸背痛的人，那你也可以直接快转到运动这边哦。那就让我们开始第1个测试吧。首先，骨盆卡前倾，你可能常听到骨盆前倾这4个字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把骨盆想象成是一个水桶，把水往前倒，这个动作就是骨盆前倾。不过骨盆前倾不是坏事哦，站着的时候骨盆本来就是前倾的。不过你有没有注意到，我说的是骨盆卡前倾，所以前倾不是问题，卡住了才是问题。正常来说，睡觉的时候骨盆要稍微后倾一点点，腰才会舒服。如果骨盆一直卡在前倾，腰在你躺平的时候就会一直往前拱，这边的关节肌肉整晚都不能放松，腰当然会不舒服咯。那要怎么样检查自己的骨盆有没有卡住呢？一开始先躺着，膝盖伸直，双手围成3角形，掌根放在髂前上棘，还有第3指放在耻骨上。补充一下，髂前上棘就是骨盆前侧你摸到的这个凸凸的地方。正常手围出来的3角形会是平行天花板的，如果3角形下面那个角朝向地板，那就是骨盆卡在前倾的状态了。这个时候你再感觉一下你的腰，如果腰也紧紧的，那8、9不离10，你的骨盆就是卡住咯。而让骨盆卡前倾的主要原因就是大腿前侧的肌肉太紧了，所以后面的运动我会跟你分享要怎么样一边后倾骨盆，一边伸展你的大腿前侧。再来，腹内压。腹内压顾名思义就是腹部的压力。我们常说的腹式呼吸，严格来说并不是把气吸到腹部哦，而是在吸气的时候，横膈膜它会往下降，这样腹部的压力就会增加。这个呢就是腹内压。腹内压增加的时候，一整圈肚子都会膨胀。这个时候肚子一整圈的核心肌群就会开始出力往回包，这以内以外产生的压力，就是腹内压能稳住腰椎的原理啦。而这个腹内压就是在你仰睡的时候可以稳稳躺在床上的关键，因为当后侧的压力打不进去，后侧的核心肌群就无法出力，旁边的浅层肌肉像是竖脊肌就容易紧绷来代偿，就是这个紧紧的感觉，让你怎么样睡都睡不舒服，然后你就会想要换成其他的睡姿。那要怎么样知道气有没有打进后侧的腰呢？一开始躺在地板上，手插在腰的后面，鼻子吸气，感觉一下后腰有没有膨胀呢？在测试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个地方哦，不要刻意为了让后侧能膨胀而让整个身体往下压。如果你发现吸气只能吸到前方的肚子，吸不到后腰，那就是你后侧产生腹内压的能力出问题了。最后一个原因，肋骨活动度不足。这个原因非常常见，但因为太常见了，反而很难被注意到。你摸一下你的肋骨，深呼吸的时候它会扩张吗？那我们的肺就在肋骨里面。照理来说，我们深呼吸的时候，它应该要能扩张才对。如果不会扩张，就是肋骨太僵硬了。而且这个扩张应该是要整圈都要扩张哦。有些人的肋骨只有前侧会动，侧边还有后侧都不会动，呼吸就会又短又浅的。这个时候身体就容易停留在交感神经主导的状态。交感神经主导的睡眠会让大脑还处在半工作的阶段，大脑没有好好的休息，就会有那种明明睡了很久，但醒来后还是觉得累的现象。
只有将肋骨前侧啊、左右啊，还有后面啊都能扩张，呼吸够深够慢，才能启动副交感神经主导的睡眠，起床才会神清气爽。那要怎么样检测肋骨有没有卡住的方式也很简单啊，手分别放在前胸、侧胸、后背的肋骨上，深呼吸几下，看看肋骨在这几个呼吸之间有没有来回动。如果没有办法整圈都有起伏，那就是你肋骨活动度还有进步空间哦。如果以上3个测试出来的结果有受限，那就太好了。那接下来的影片内容就能帮你解决问题了。我会带你做6个恢复仰睡能力的放松伸展动作，希望能帮你今晚好好放松，深深入睡。想学习运动相关还有物理治疗相关的知识，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吗？欢迎到启动教育的官网看看哦，里面有实体还有线上课程，即使不方便到现场，也有线上直播课，总能找到最适合你的课程。让我们一起学习，一起进步吧。肋骨后侧与侧边扩张，肋骨的后侧就是胸椎。一开始把胸椎分成上、中、下3段。我们先从胸椎下段开始，手掌环抱肋骨最下缘，大拇指对应到的位置就是胸椎的最下段。把滚筒放在这个位置，双脚弯曲踩地，躺在滚筒上，双手放在后脑勺的发际线上，避免颈椎过度后仰。把腰尽量靠近地板，保持上半身稳定。想象你的胸口有一个探照灯，朝天花板照射。这个动作是胸椎的伸直动作。过程中保持腰尽量接近地板，避免腰椎拱起。胸椎伸直3次，3次之后，双手手肘延伸向头顶，这是胸椎侧弯。这个动作可以打开到侧边肋骨，你会感觉到侧肋还有腋下有紧绷的感觉。吸气吸到紧绷的地方，吐气回到原位。换边，反复3次。完成这个动作后，把滚筒往上移到中胸椎，腰往下固定，胸口的探照灯往天花板照。3次之后，再加上侧弯，重复一样的动作，直到上胸椎，伸直3次，左右两边侧弯3次，直到完成整个胸椎放松。过程中如果觉得腰紧紧的，就表示你没有固定好腰。这时要让腰再次接近地板，来减少腰椎过拱哦。Open Book， 这动作的目的是用旋转的方式打开肋骨。一开始侧躺，下方脚伸直，上方脚弯曲90度，双手伸直在胸前，手掌合十。接着把上面那只手往前延伸，往上往后打开，画半圆，就像翻书一样，视线跟着手走，让整个肋骨跟着旋转。这个动作的重点不是手可以打开多大，而是你的肋骨有没有跟着一起转动。吸气的时候，肋骨要往外打开；吐气的时候，手不动，肋骨往骨盆回缩，骨盆保持不动。吸气、吐气3次，算一组，一天做3组。胸前伸展，一开始趴着，双手往外打开90度，伸展右边的时候，右手肘贴地，双脚转向左侧。接着用左手把自己撑起来，转过去，直到右边的肩膀前面有紧紧的。吸气，你要感觉前胸扩张；吐气，身体旋转拉得更多。这边要注意，如果肩膀后侧会痛的人，可以把手放在80度的位置。吸吐3次算一组，一天做3组。做完换边。大腿前侧伸展。这动作的目的是伸展大腿前的肌群，让骨盆不要卡在前倾，呈现前后脚弓箭步，后脚膝盖跪地，用手抓起后面的脚踝，你会觉得大腿前侧更紧了，肚脐往上转，尾椎往下转。这个动作是骨盆后倾，停留30秒，一天做3组。骨盆后倾练习。这个动作是借由提升腹部的力量，帮助骨盆后倾，减少腰椎过拱的问题。一开始平躺，让屁股微微抬起，把小枕头或者是毛巾卷垫在尾椎下方的地方，肚脐往肋骨，尾椎往脚跟，腰椎贴紧地板。双脚抬起，大小腿90度，吸气停留，吐气一边大腿往下放45度，吸气回来，吐气换另外一边大腿下去。
过程中都要注意腰部不要拱起哦，肚脐持续往肋骨出力，腹部保持紧绷。熟悉之后，就可以挑战双脚同时往下45度，反复12下。如果你有睡觉腰酸的问题，做完这个动作就会舒服很多哦。360度腹式呼吸，这动作的目的是增加后腰扩张的能力，让后侧核心可以重新启动，让浅层肌群松口气。坐姿，将弹力带绑一圈在肚子上。吸气的时候，专注在后侧弹力带的撑开。熟悉之后，再练习从下腹、肚脐、侧腹、后腰都同时扩张，像一颗球一样撑开整个腹部。吸气4秒，感觉肚子往外推；吐气8秒。过程中注意肩膀不要耸肩哦，吐气要放慢，可以刺激副交感神经，让你更好睡。吸吐连续15次，一天做3组。每个动作只要花你一点时间，做完后就会发现躺下去的感觉都不一样了呢。从这部影片你会发现，所谓习惯侧睡，有时候不是真的习惯哦，而是身体卡住了，像是腹内压打不到后侧，骨盆卡前倾，肋骨动不起来，这些小问题呀，都会让你仰睡不舒服。久而久之，身体变得侧睡才睡得着。那这部影片透过3个简单的测试，帮你找出不能好好仰睡的常见原因：骨盆卡前倾、腹内压，还有肋骨无法扩张。希望你好好的把这3个问题解决，身体恢复既能仰睡也能侧睡的能力。这么一来，你的睡眠品质一定就能大大提升哦。我也有过那种翻来覆去睡不着又睡不好的夜晚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我才有写了这部影片的想法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以为自己睡不好，是因为烦恼太多、压力太大，但很多的时候是身体已经没有办法放松了。那些你以为最舒服的睡姿，其实是身体对睡姿一直妥协的结果。不能仰睡，就是我们身体忘了怎么睡好的讯号。希望今天这支影片能帮你把这个讯号听懂，让你能好好躺平，真正睡上一场好觉。我的观众都值得拥有一个没有酸痛、神清气爽的早晨。那以上就是这部影片的所有内容喽。你也是睡不好的人吗？你做完这些运动后，有没有睡得比较好了呢？欢迎留言跟我分享你运动后的成果，也可以帮我把影片分享给有需要的人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